今天要聊的两条新闻听起来像笑话，可是背后却不简单。一个是上层，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李干杰怎么突然被官媒抹掉了？另一个是下层，北京街头的公共厕所怎么会变成了喊习近平下台的抗议现场？上面乱了套，下面炸了锅，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我们先来说说李干杰。大家都知道，继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消失以后，这次就轮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李干杰。8月25号，中共政协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央代表团赴西藏各地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王沪宁参加活动》的文章。文章说，22号，王沪宁、李干杰、张国清、洛桑江村、胡春华、张生民在新疆视察的情况。这个文章注明来源是新华社，也就是转载了新华社的文章。可是，一对照新华社3天的原文，上面说的只有王沪宁，根本就没有提其他的人，这不就等于是在补戏吗？更诡异的又来了。8月23号，人民日报还写到李干杰的活动，结果呢，24号的报道里面，其他副团长的名字都有，唯独李干杰是整段都消失了，就好像被橡皮擦抹掉了一样。大家都懂得，中共官媒要把一个政治局委员消音，这可绝不是一件小事儿，这通常就意味着要出事儿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李干杰将成为继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之后第二个落马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可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情况。这也不仅让人联想到此前的海外爆料，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两会结束后被带走调查，这是否表明对于某些进入调查范围的中共高官，抓捕行动通常是在他们完成既定活动之后才实施的呢？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之所以没有报道李干杰，是因为他没有随团一起返回北京。朋友们，您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如果您认为会，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您认为不会，就打个2。无论真相如何，单单从官媒对李干杰的处理方式来看，他的处境显然是已经不寻常了。而且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推，大家就会发现，李干杰早就释放过多次的高危信号了。首先是在2025年4月，他和石泰峰进行了罕见的职务对调，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被调去统战部，而石泰峰接任中组部，这意味着李干杰彻底失去了人事主导权。而石泰峰上任之后，又迅速地兼任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相比之下，李干杰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个头衔。这一来一回，已经显示出李干杰的地位异常。如果把时间线往回推，我们会发现更多不寻常的轨迹。李干杰是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但直到2023年4月才接任了中组部部长，任职不到2年他就被调离，这和以往几任部长干满一届再交班的惯例是完全不同的。2024年中共3中全会之后，他更是从习近平的地方考察陪同名单上消失了，这和过去习下地方必带中组部部长的规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雪上加霜的是，中组部内部此时还爆出了一系列的案件。2024年4月，中组部副部长李建春因为受贿被立了案，到了同年12月被双开。2025年4月，检方正式起诉张建春的仕途几乎整个都在中组部，和李干杰、陈希关系密切。他的落马很可能是整个中组部顺藤摸瓜的开始。要理解为什么张建春的案件能牵动李干杰，就得先看李干杰的出身背景，还有他在习近平身边的角色。从背景来看，李干杰是属于清华系，是习近平的亲信，也是前中组部部长、现任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他的专业是核反应堆工程，仕途是随着陈希的提拔不断的进阶。他在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家乡山东省，先后担任了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
2年后还当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陈希的接班人。陈希改任中央党校校长后，将李干杰推为了习近平最可重用的高官，将中共人事大权直接交给了他。这也是习近平每次外出调研的时候，李干杰几乎都是随行的原因。习近平通过这些机会，让他考察地方大员的能力，特别是他们是否忠于自己，是否能成为习家军的一员。然而，去年7月，中共3中全会传出了习近平生病的消息后，作为习近平的亲信，长期陪同地方调研的李干杰却从陪同名单中消失了。到了今年4月，和石泰峰的职务对调，更显示出其背后靠山权力丧失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否则习近平怎么会对中组部部长的更换无动于衷呢？李干杰职务的变更也表明了习近平派系失去了人事主导权，因为新任的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并非是铁杆的习派成员，他早年受胡锦涛的提拔，与胡锦涛共事了10年。在2016年3月，卸任的胡锦涛回江苏泰州祭祖时，时任江苏省省长的石泰峰曾经拜访胡锦涛夫妇，并且在庭院中一起喝茶。如果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属实，幕后操控的中共元老将胡锦涛提拔的石泰峰安排在掌管人事的关键位置上，也是合情合理的。从最近1年的人事变动来看，许多习近平派系的官员被撤换，已经有近10位封疆大吏落马，包括4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席、几位省长还有副省长，甚至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也被调职。新上任的官员多数没有习派背景，也就是说，李干杰的消失不只是个人仕途的跌宕，而是整个习派人马在人事权上面的全面失守。而与此同时呢，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另一个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场域集中爆发了。随着93阅兵临近，北京的管控是全面升级，市区大规模清空，地铁里到处是警察、警犬，还有士兵巡逻。甚至传出长安街沿线的居民楼天然气全部断供的消息，民间的不满情绪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厕所革命。在北京多处厕所的墙壁上还有门上都出现了下列标语：93剑指习近平，独裁者下台，中国要民主与法治。还有人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仇恨：中共早就该亡了，100年奴役要推翻，今天机关送餐9份，针管加料毒鼠强，毁灭吧中共独裁走狗。网上甚至还传出了一段视频，画面中有人戴着面具，氛围像极了电影《V 字仇杀队》。屏幕上打出的字句是：习近平下台，93阅兵有你好看的。这个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引发了强烈的震撼。据报道，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中心地带的公共厕所已经正式的实行了实名制，要求民众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登记身份才能上厕所。有网友无奈地调侃说：“都这样了，还阅什么兵啊？”北京如此，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浙江杭州最近爆发了自来水污染事件，因为喝到了带有异味的水，民众愤怒却没有地方发声，最后就干脆把怨气写进公共厕所，掀起了一场厕所革命。在不少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出现了直指最高层的标语：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你们全家都来喝粪水。有网友估算，杭州有1500万人口，大概1万座公共厕所，每座平均10个坑位。若每个坑位都派1名警察来看守，至少需要10万人力。显然这不可能。这种无法全面掌控的情况，使厕所的墙壁成为了民众秘密表达不满的出口。换句话说，厕所标语之所以难以根绝，正是因为它背后有着更深的社会积累。2018年后，中国多地就曾出现过这类标语。2022年的四通桥事件中，彭丽发在桥上挂出标语，后来出现在多个厕所中。如今，这股从多年前延续下来的厕所革命风潮，让中共当局是相当头痛，草木皆兵，于是出现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管控措施。
目前，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这5区进入公共厕所是需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才能上厕所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实名入厕。有网友调侃说，光在门口扫码还不够，一个厕所10个坑位，最好啊，每个坑位都装一个2维码，用完了之后还要核对是哪个人留下的痕迹。还有人嘲讽说，干脆设立一个公共厕所分局，专门派屎警、尿警来驻守。这种荒唐的想象，其实恰恰反映出当局对民愤的焦虑和窘迫。而最讽刺的是，厕所革命这个词儿最早是习近平自己喊出的口号。2017-18年，习近平曾把厕所革命列为自己亲自推动的2大工程之一，大力投资改造公共厕所。现如今呢，民众却把公共厕所变成了反革命的阵地，讥讽说：“你刚刚给我们装了新门，现在又要来拆掉，还要装摄像头吗？”这无疑成了对习近平最尴尬也最讽刺的回应。这种荒诞的场景，比任何官方口号都更能折射出93阅兵前夕的恐慌与不安。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